大家好，还有一个月就是中国的新年了，中国的春节。中国的春节就是春天的节日，它是最重要的节日，也是最大的节日。对中国人来说，这个节日很重要，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这个节日早点来，对不对？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和朋友见面，会和家人见面，我们会吃很多好吃的菜，也会吃很多零食。特别是孩子，他们可以吃到很多的小吃，他们会收到很多的红包，所以对孩子来说，春节是一个快乐的节日。但是，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，也会遇到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来讲其中的一个事情，一个让我们心里不舒服，让我们觉得有点麻烦的事情，让我们不喜欢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来说第一个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学生，如果你在学校学习，你可能是一个高中生，你可能是一个初中生，你可能是一个小学生，他们会问你，他们见到你，他们会问，哎，今年这次考试你的考试成绩怎么样？你考得怎么样？你考得好不好？你考了多少分儿？你的数学考了多少分儿？你的英语考了多少分儿？他们会问你的成绩，你的学习成绩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学习成绩很好，那当然这不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考了第一名，我考了第二名，我考得很好，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问题。但是，如果你的学习成绩很一般，非常一般，如果你的成绩很差，很不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心烦，你会想，我应该怎么回答？我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如果你说我考得很一般，他们会问你，你考了多少分？你告诉我你考了多少分？然后他们就会想，我应该说多少分呢？我应该说60分吗？如果我考了很差的话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好的学生，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好的学生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烦人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，如果过春节的时候，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见到你都会问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，我要不要骗人我要不要骗他们？我考得很好你会想很多，你会想我要不要说我考得很好呢？我要不要说我考得不好？你可能会想很多，这个事情很麻烦。这个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中国人要问这个问题？为什么要问他们的考试成绩？为什么要问他们考得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其实中国的大人，中国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特别重视，他们特别重视孩子的成绩，他们觉得孩子的成绩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，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因。我们来看一个历史的故事，我们来听一个历史的故事。在很久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前，OK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，这个人是孔子，你们知道孔子对不对？孔子 Confucius，他很重视，他很重视教育。孔子他是一个很大的明星，在那个时候，孔子是一个很大的明星，很多人都很喜欢他。其中一个人也非常喜欢孔子，这个人他叫孟子，孟子是孔子的粉丝，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孔子。孟子小的时候，他的妈妈我们叫她孟母，孟母她很重视孟子的学习，她非常重视
孟子的学习成绩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的家在一个墓地的旁边，所以孟子的妈妈，她觉得，我们住在这里不太好，这里的环境不太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，墓地有很多人在墓地里哭，他们在墓地里哭，所以墓地的环境不好。他觉得墓地对孟子的影响不好，所以孟子的妈妈，她决定搬家。她说，我们在这里不能住了，我们不能住在墓地的旁边，我们要搬家。所以他们就搬走了，他们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在一个市场的附近，在一个市场的旁边，所以很吵，很多人在那里卖东西。孟子的妈妈，她又觉得这里的环境对孟子的学习也不好，她觉得这里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，所以孟子的妈妈他们决定再搬家。他们搬去了一个学校的旁边，他们搬到了学校的附近，在这里环境很安静，对不对？环境很好，他觉得这里的环境对孟子的学习有帮助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告诉了我们，中国人从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，对孩子教育，他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在过年的时候，中国的爸爸妈妈，中国的大人们，他们会问孩子学习的成绩，他们会问你们学习怎么样？你们学习有没有学得很好？如果你学得不好，他们会说你要努力学习哦，你要好好学习。你看，邻居的哥哥、邻居的孩子，他的学习成绩那么好，你为什么学习不努力？你的学习为什么没有那么好？他们会问你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有点心烦，这是一个让孩子很头疼的问题，让他们很心烦的问题。其实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家人他们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，但是很幸运，我当时的成绩还不错，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的学习成绩很一般，成绩很差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很心烦我怎么办？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成绩很差，他们会一直告诉我你要好好学习你学习成绩为什么这么差？现在你们知道中国的父母他们特别重视孩子的学习，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。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，他们给我买了很多的书，因为我很喜欢看书，我很喜欢去书店看书，但是当时我们家里没有很多钱，买书很贵，因为当时没有手机，你不能在手机上看电子书，对不对？你也没有电脑，你也不能在电脑上看这些书和视频，不可以在电脑上看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图书馆或者是去书店买书。我记得我的爸爸说，他说如果你喜欢看书，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买所有的书，这里所有的书你喜欢哪本就买哪本，你喜欢什么书就买什么书。他真的对我的学习非常的重视，这就是中国父母对孩子学习的态度。他们的态度就是学习很重要，你要很努力，你要非常的拼。所以中国孩子他们的学习压力很大，他们在学校里非常的拼，他们拼成绩，当然毕业以后他们还会拼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的孩子非常的拼。其实我真的不希望中国的孩子太拼了，压力太大了。
我真的不希望他们的压力太大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真的我们有这个历史，我们有这个孟子的故事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孟子的故事，孟子的妈妈孟母，她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，所以她搬家3次，为了孩子的学习，为了他的成绩。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重视我的学习，他们希望我的学习成绩很好，我的学习成绩很高，这也是一种压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压力可以少一点点，不要太多压力，我们可以过一个更快乐的春节，我们可以过一个更开心的春节。这个就是春节的时候让孩子们心烦的事儿，让他们头疼的事儿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他们不知道要不要说真话，要不要说真的话，他们要不要骗人。如果他们的成绩不好，他们要不要说我考得很好，他们要不要骗人。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心烦，让人头疼，对不对？OK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同的问题，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？有没有亲人或朋友，他们特别重视你的教育，他们会问你这些问题：你的成绩怎么样？考得好不好？你会不会觉得很心烦呢？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，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里告诉我。OK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2个词。第一个词是拼，这个词是一个很火的词。我们有拼成绩，拼成绩。如果你在学校，中国的孩子他们需要拼成绩。如果你考得很好，我需要考得更好，我需要比你考得更好，所以他们在拼成绩。我们看一下拼这个字，这个字的左边是什么？左边是一个手，对不对？是一个手，是一个手的 radical。右边它有一个手，2个手，上面有一个东西，它是说2个人想要一个东西。这就是拼。2个手，他们要一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拼。你要这个东西，我也要这个东西，这就是拼。我们可以说拼成绩，他们在拼成绩，他们在拼工作，他们在拼工作。你的工作很好，对不对？我的工作要比你的工作更好，这个就是拼工作。第2个词我们看一下是重视，重视，重的意思是重要，很重要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我需要很注意这个事情，我需要注意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视的意思是看，我们有电视，对不对？电视，视的意思是看，所以重视的意思是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我需要注意它，这个就是重视。中国的父母，中国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成绩，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孩子，你可能会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父母他们特别重视你的学习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关于春节的小故事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